正在给学生展示化学的。样品找到了小巴，而之前被汉克抓捕的毒贩正是他的表弟。小马想让他们帮自己卖掉这些货。小巴验货之后很是惊讶，因为这么高纯度的货小马根本做不出来。此时小巴的表弟却出现了，原来他今天已经被保释，他们答应跟小马合作，但是他们要求见一见小马背后的大佬。小马无奈只好带着他们找到怀特，还没等怀特反应过来，小巴的表弟却认出了他。I know you. You said when I got busted, he's with the DEA. No, you got the snitch, motherfucker. Run, Mr. Wright, run! 笨拙的身体让他们无处可逃。就在小巴准备了结他的时候，怀特却说自己可以把制毒的秘方告诉他们，只求他们。于是怀特拿着红磷直接倒进了液体中，红磷瞬间产生了化学反应，大量的毒气蔓延了狭小的空间。怀特趁乱跑出了房车，然后死死堵住车门，不让兄弟二人出来。起初他们还拿枪射击怀特，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没了动静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了警笛声，怀特立即找到昏迷的小马，给他戴上防毒面具，便驾车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可是因为怀特过于紧张，直接将房车开进了一个坑里。此时他崩溃了，因为车里还有2具尸体，一旦让警方抓到，不枪毙也得吃一辈子的牢饭。眼看警笛声越来越近，他决定殊死一搏。怀特拿出相机录制了自己的遗言，随后他便拿着枪走到了路上，端起手枪对准了驶来的警车，因为他不喜欢窝囊的死法。可是他似乎并不太会用这个东西。
此刻警笛声已经近在咫尺，怀特也准备好了接受命运的审判，可谁知却出现了意外，对面驶来的并不是警车，而是几辆消防车。怀特一脸的懵逼，他万万没想到消防车的警笛声跟警车是一样的。怀特内心直呼上帝没有夺走他的灵魂。此时昏迷的小马也醒了过来，他摇摇晃晃地来到怀特身边，询问他发生了什么。怀特简单说出事情的经过后，他们找来铲车将房车拖了出来。可司机看到二人的装扮后，猜到他们一定没干什么好事，于是他狮子大开口，拿走了怀特身上所有的钱。可相比活命，这些钱都不算什么。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处理车内的尸体。二人经过一番商量，决定将尸体先放在小马的家里。第二天，怀特正常来到学校上班，可是他却根本无心上课，因为小马家里还有2具尸体没有处理。下课后，怀特第一时间来到了实验室，并且顺走了几桶氢氟酸，因为怀特决定用它来溶解尸体。可此时小马这边却出现了意外，他听到院子里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原本关闭的车门此时也是打开的。小马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他立即拿着棍子冲了进去。果不其然，小巴的尸体早已消失不见，看来他并没有死透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小巴在不远处正拖着虚弱的身体拼命逃窜，但不幸的是正好被赶来的怀特撞见。小巴看到怀特像撞见鬼一样直接撒腿就跑，但是小巴现在的神智还不清醒，没跑多远自己就撞在树上昏了过去。怀特将小巴带回小马家里后，二人大吵了一架。怀特怒斥小马连个尸体都看不好，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处理那具尸体，因为现在天气炎热，过不了多久尸体就会发臭，而处理尸体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氢氟酸溶解。但是死而复生的小巴又该如何处理？小马提议直接杀了他，因为他深知如果放了小巴，日后肯定会遭到他的报复。尽管怀特有万般不情愿，但事已至此，他们也只能这么做。可是二人谁也不愿意当这个刽子手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怀特提议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。小马无奈只好答应，因为他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可最终的结果是怀特输掉了这场赌局，他只好愿赌服输。That's 2 out of 3. 怀特决定用塑料袋将小巴闷死，可当他来到地下室，发现小巴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看着苦苦哀求的小巴，怀特最终还是没能下得去手。而小马则是按照怀特的要求，来到超市购买溶解尸体的塑料箱，可试了半天却找不到合适的大小。小马无奈只好先回到家中，但相比之下，怀特也没有解决掉小巴。此时怀特突然想起自己答应陪妻子到医院做产检，简单道别后就离开了小马。小马大骂这个糟老头子玩不起。怀特走后，他来到车内查看尸体，此时尸体已经发出阵阵恶臭。为了不被邻居发现，小马决定自己处理尸体，可他的这一举动却给人生。谈话间，怀特询问小巴，如果现在放了他，日后会不会找自己复仇？可小巴
多久，警方在怀特的制毒窝点找到了小巴的车，而且在不远处发现了怀特遗留的防毒面具。更要命的是，上面还带着学校的标记。一个男人被逼急眼了有多可怕？眼前的这个西装男就因为插了个队，怀特就决定给他一点教训。他来到男人的豪车前，打开了引擎盖，然后直接将沾水的拖布放在了电箱上，豪车瞬间火光四溅。等怀特离开没多久，100万豪车直接发生了爆炸。此时的怀特已不再是那个懦弱的化学老师。自从他患上癌症的那一刻，怀特已经彻底醒悟。回到家后，怀特趁家庭聚餐将自己患上肺癌的事情告诉了他们。众人当场被这个消息震惊。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妻子无法接受，可事已至此，眼下最要紧的是让怀特接受治疗。妹妹表示自己认识专业治疗肺癌的医生，希望怀特不要放弃。经过众人的一再劝说，怀特这才答应接受治疗。但他知道高额的费用他们根本无力承担，到时候只会给妻子留下巨额的欠款。与此同时，小马回到家后发现小巴已消失不见，看着空荡荡的地下室，他知道怀特已经做出了艰难的选择。由于怀特的不辞而别，小马直接找到了他的家里，想让他继续制作更多的艺术品。可谁知却遭到了怀特的逐客令，因为他不想再跟小马有任何瓜葛。看着怀特如此决绝，他也不再强求。小马给怀特拿出了属于他的钱，并且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再来找他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怀特。就这样，二人从此刻开始分道扬镳。没有了怀特的帮助，小马找到曾经一起贩毒的二蛋合作。此时的他似乎有些落魄，但得知小马是来找自己干劳。所有的积蓄，在争执间，二人开始大打出手。可矮小的小马根本不是二蛋的对手。小马见状，直接用药粉洒在了他的脸上，二蛋瞬间失去了战斗力。小马趁机将他推出了车外，随后便开着房车离开了二蛋。可怜的二蛋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与此同时，怀特也开始了他的化疗，可才做了几次就已经花光了他们的积蓄。无奈的怀特只好厚着脸皮找到小马，想继续跟他制毒挣钱。就这样，他们再次成为了合作伙伴。二人分工明确，怀特负责制毒，而小马则是销售这些艺术品。可是他忙了一天就卖出去30克，二人分完钱，一个人才赚了1300美刀，这让怀特无法接受，因为他觉得风险跟回报完全不成正比。但小马也很无奈，因为在他的朋友圈里就那么几个人买。怀特提议让他去找当地的大毒枭销售，尽管小马并不想招惹他们，但是看在怀特得了肺癌的份上，小马也只好冒险一试。第二天，小马就通过朋友的关系找到了大毒枭图库，可图库显然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小马见状也不多废话，直接将艺术品递给了他。可当图库验完货之后，直接爽到飞起，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纯度的货色。小马决定给图库打个8折，以3.5万1磅的价格卖给他。图库也很爽快地从保险柜里拿出了钱，本以为事情能顺利完成，可没想到图库突然拿着钱袋向他砸了过去。男人来找大毒枭谈合作，但没想到图库竟然黑吃黑，可怜的小马钱没拿到，还被他暴揍了一顿。此时怀特也遇到了大麻烦，因为警方在小巴失踪的地点发现了怀特学校的防毒面具。由于防毒面具归怀特所管，汉克就直接找到了他。等他清点完实验室，果真丢失了2个。怀特本以为汉克已经怀疑上自己，可这个憨憨根本就没往他身上想，因为怀特是出了名的老实人，所以人们都被他这个形象蒙蔽了双眼。经过一番调查，警方最终在学校逮捕了一名叫雨果的安保，因为拥有实验室钥匙的人除了怀特就是这个雨果。就这样，雨果给怀特背了黑锅。下班后，怀特给小马打去了电话，可没想到却迎来了小马被揍的消息。怀特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医院，此时小马仍然昏迷不醒。怀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如果不是自己让小马去找图库，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怀特决定亲自去找图库算账。回到家后，他就剪掉了往日的秀发，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，怀特才真正化身为绝命毒师。他直接单枪匹马来到了图库的地盘。I want to talk to Tuco, and I'm not leaving until I do.就这样，怀特以卖货为由成功见到了图库。图库看着怀特拿来的艺术品，直接让他开个价。怀特也不多废话，张口就要5万美刀。图库听到这儿忍不住笑了出来，以为这个老头脑子有点不好使。可谁知怀特却说3.5万是他抢走的货，剩下的1.5万是给小马的医疗费。图库这才知道怀特是小马的同伴，但他并不打算买账。在这个小镇还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。可怀特并不畏惧，因为他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。图库让怀特留下艺术品赶紧滚，否则小马就是他的下场。可图库不知道的是，眼前的这个并不是什么艺术品，而是可以爆炸的雷酸汞。还没等图库反应过来，怀特直接将手中的雷酸汞丢在了地上。
众人当场被怀特的雷酸汞炸懵逼了。图库直呼他是个疯子，但怀特并不打算就此收手，因为他如果拿不到钱，就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。看着怀特手里一大包的雷酸汞，图库也只好认栽。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了5万美刀，递给了怀特，但是图库要求下周再带2磅的货交易，否则自己保证让他出不去这个房子。看着图库的威胁，怀特只好答应了下来，但更多的理由是他想挣这笔钱。经过这件事，怀特似乎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对他而言，这更是人生的蜕变，也是他涅槃重生的一刻。保安刚走进卫生间，准备来个一泻千里，可没想到却被2个小毛贼用绳子绑住了厕所的门。随后2人来到仓库门前，将事先备好的铝热剂放在了门锁上，然后再用喷火器将其点燃。2500多度的高温很轻松就溶解了防盗锁。而这2个毛贼正是怀特和小马，因为制毒的假案过于昂贵，2人无奈当起了小偷。得手之后，他们大摇大摆地带走了1大桶假案。可怜的保安不出意外，只能在厕所度过一夜。2人回到家后，决定开着房车去郊外制毒，可没想到这个破车竟然在关键时候掉链子。无奈，他们只好在小马的家里制毒，但必须要尽快，因为再过2天就是跟图库交易的时间。经过2天2夜的奋斗，2人终于完成了艺术品。他们跟图库如约来到了交易地点，可当图库接过货，发现这次的艺术品竟是蓝色的，但怀特却表示自己只是用了不同的化学材料，而且纯度比之前的还要高。图库听到这儿，当即体验了一把，果不其然，图库直接爽到憋出了中文。图库也不再纠结颜色，当即表示就算是彩虹色也照单全收，随即便拿出了1袋美刀递给了怀特。本以为事情进展的会很顺利，但没想到小弟的一句话又生出了事端。Just remember who you're working for. 图库认为小弟抢了自己的台词，很是不爽，二话不说直接一记重拳打在了他的面门。小马和怀特看到这一幕，当场被吓傻，但图库并没有收手的意思，沙包大的拳头不断打在小弟的面门，直到小弟没有了反应，图库才解恨。怀特见状连忙上前查看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此时小弟已经没有了呼吸，可图库却没有露出一丝的怜悯，只是让胖子处理掉尸体。而怀特和小马也成为了此次事件的目击证人。虽然图库放走了他们，但小马认为图库肯定会杀自己灭口，可怀特觉得只要跟图库有利益关系，他就不会轻易动自己。但没过多久，怀特就被狠狠打了脸。汉克在怀特和图库交易的地点发现了小弟的尸体，为了向怀特炫耀自己办案的过程，他将尸体的照片发给了怀特。可当怀特看完照片，瞬间傻眼，因为事发现场有2具尸体，而另一具正是图库的小弟胖子，这让他们觉得图库是在杀人灭口。为了苟活，2人决定连夜跑路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胖子是在处理尸体时候不小心被上面的汽车砸断手臂，失血过多而亡，并不是图库在杀人灭口。等怀特收拾好行李之后，小马也开车来到了他的家门口，但下一秒并不是想杀人灭口，而是想带着他们到墨西哥帮自己制作艺术品。原来警方发现被图库打死的小弟后，汉克就带着人连夜端了他的老窝。图库直呼胖子不是人，因为警方来之前胖子就已消失不见，这让图库误以为是胖子出卖了自己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胖子是在处理尸体的时候不小心被上面的汽车砸死，才没能回去。可是知情的怀特却不敢说出真相，因为目击者除了胖子就是自己和小马，一旦让图库知道真相，他肯定会以为是自己向警方告的密。但怀特并不打算坐以待毙，趁着图库不注意，他将1包毒药倒进了食物里。可这一幕却被图库的叔叔看见，虽然他全身瘫痪，只有1根手指能动，但是他的智商却异于常人。图库刚要吃上一口，老头立即按下了铃铛。图库以为叔叔是想让自己先喂他吃饭，并没有在意。可当图库再次送入嘴中之际，老头又一次按下了铃铛，这让图库瞬间警觉了起来，因为叔叔不可能无缘无故按铃铛。一旁的小马和怀特当场傻眼，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老头居然不是痴呆。图库来到叔叔跟前，询问他们是不是在食物里投了毒。叔叔迅速按下了铃铛，图库这才恍然大悟，二话没说，直接拎着小马就要结果了他。眼看小马就要命丧黄泉，怀特只好故意激怒图库。Because you're an insane, degenerate piece of filth, and you deserve to die. 就在2人缠绵之际，怀特趁机捡起了掉落的机枪，可由于2人的距离太近，怀特始终无法射击，但是小马却在混乱中摸到了图库背后的手枪。剧烈的疼痛感让图库瞬间失去了战斗力，愤怒的小马直接上去就是一脚。要知道，上次交易的时候，小马可是差点被他打死，如今他总算是报了当初的仇。看着眼前杀人如麻的图库，2人始终还是下不了手，无奈他们只好让图库自生自灭。解决完图库，2人立即准备驾车逃离，可是他们却忘了车钥匙还在图库的手里。就在2人准备去拿钥匙的时候，远处突然一辆汽车向他们急速驶来。怀特和小马以为是图库的小弟，连忙找个地方躲了起来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小弟，而是汉
汉克。此时深坑中的图库也爬了出来，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汉克撞见。图库怎么也没想到汉克竟然能找到自己，但他来不及多想，拿起车里的机枪就向汉克发起了攻击。二人打光了所有子弹，也没能伤其分毫。但是汉克的装弹速度显然要比图库快，他提前架好枪，瞄准了图库。等图库再次抬起头，汉克直接一枪打在了他的脑门。此时怀特和小马还一脸的懵逼，可当怀特仔细一看，才知道来人竟是自己的妹夫汉克。怀特见状撒腿就跑，因为他已经在警方的抓捕名单里，一旦让汉克在这里抓到自己，他的身份也会暴露。并不知道墨西哥的毒枭有多猖狂，警方正在等待卧底引出毒枭，可没想到毒枭没等到，却等来了卧底的人头。看来他的身份早就已经暴露。缉毒警立即驾车来到了现场，可等他们来了才知道，卧底的人头被毒枭绑在了乌龟的背上。汉克从没见过这么残忍的手段，连忙找了个理由离开了现场。但是汉克也因此侥幸保住了性命。此时同事还在嘲笑他没见过世面，可下一秒他们却再也笑不出来了。在场的4名缉毒警直接被炸死了3个，而另一个同事虽然侥幸活了下来，但是也失去了一条腿。汉克见状，连忙解下了自己的裤腰带，绑在同事的腿上为他止血。看着眼前惨不忍睹的一幕，汉克恨透了这些毒枭，他内心因此也有了巨大的阴影。怀特得知此事也赶来安慰汉克，可他还不知道，眼前的连金兄弟就是当地最大的毒枭。自从图库死后，怀特和小马的艺术品也步入了正轨。小马找来之前贩毒的朋友，以20%的提成让他们帮自己销售，二人的收益也比之前翻了数倍。但是好景不长，线下的二蛋帮小马卖货时不小心被警方抓获，小马和怀特很快就得知了此事，他们必须要尽快想办法帮二蛋开脱罪名，因为一旦让他供出货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把二蛋捞出来，怀特以二蛋叔叔的名义找到了当地最著名的律师索尔。可当怀特说出详细情况之后，索尔却拒绝接手这个案子。原来二蛋的案子缉毒局已经介入，他们怀疑二蛋背后的老大是毒枭海森堡，想要直接捞出他根本不可能。怀特听到这个消息更坐不住了，因为海森堡正是怀特的化名。就在索尔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怀特直接开出了1万美刀的价格雇佣索尔，可索尔最终还是拒绝了他。怀特无奈之为了临死前能给家人留下一笔钱，他决定垄断当地所有的市场。Stay out of my territory. 光头男看着怀特死神般的眼神，也只能乖乖认怂。原来怀特之所以会这么着急扩大地盘，是因为他做完核磁共振发现自己肺部的肿瘤已经明显扩大，这也意味着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他必须要尽快把所有的原料制作成艺术品。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制毒，他跟妻子谎称要回家看望母亲，妻子也没多想，当即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，斯凯勒就驾车将怀特送到了机场。等妻子驾车离开后，怀特立即从机场跑了出来。没过多久，小马也按照约定来到机场接怀特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还是决定去往城外的郊区制毒。经过3个小时的路程，二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。怀特和小马立即脱下衣服准备大干一场，可这时候小马却将钥匙放进了钥匙孔里，殊不知他这个行为差点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此时二人也开始了制毒，长时间的合作让他们越来越默契。小马也在怀特的身上学了不少技术。经过整整2天的奋斗，他们总共制作了40磅的艺术品，按照1磅3万8的价格，他们一人能分到70万美刀。小马听到这儿当场兴奋了起来。
可就在二人准备回家的时候，车子却怎么也不能启动。原来是因为小马将钥匙插进了钥匙孔，导致车子的电池亏损。怀特怒斥小马的脑袋被门夹了，他没想到小马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可怀特不知道的是，小马的脑袋不仅让门夹过，还被驴踢过。就在二人准备用发电机给房车充电的时候，意外再次发生。That's really cool. 怀特见状，连忙跑进房车拿灭火器，可谁知小马却直接拿着桶水浇灭了火。这也意味着发电机连修复的可能都没有。怀特被气得差点当场去世。他不明白小马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，但是好在怀特是一个化学天才，他利用房车里的器件做了一个简易电池。万幸的是他们成功了，如果没有这些器件，他们可能真要饿死在这里。回到小镇后，怀特将艺术品藏在了小马的家里。二人道别后，怀特就跟家里人来到医院查看检查结果。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命不久矣，可没想到医生却说他的肺部肿瘤已经减少了80%，这也意味着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制毒挣钱。但眼下先要处理那40磅的艺术品。为了提高销售效率，小马让肥仔到东区卖艺术品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自己的行为已经破坏了规矩。果不其然，他很快就被东区的马仔盯上了。肥仔看情况不妙，立即向小马求救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孩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并且让他赶紧滚。可肥仔却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三言两语就赶走了他。但下一秒，肥仔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能栽在一个小孩子身上。小马和怀特很快就得知了此事，看来想要扩大势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更要命的是，小马的手下知道这件事后都纷纷退出了团队，这也就说明他们再也没有销售艺术品的渠道。无奈他们只好找到索尔求助，因为索尔之前说过要加入他们的团队。索尔表示自己确实认识一个大佬，但是他对品质的要求非常严格，他的行事作风也很谨慎。可怀特却对自己的货相当有自信，而且他手里还有40磅的艺术品。索尔听到这儿瞬间兴奋了起来，当即决定帮怀特联系那个大佬，但是事成之后他要20%的抽成。可即便如此，二人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，怀特按照索尔的指示来到一家炸鸡店与神秘大佬见面，可是他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大佬的踪迹。睡过头的小马也姗姗来迟，看他的样子显然是吸了一晚上。此时炸鸡店的老板过来询问小马吃什么东西，可二人等了1个多小时，大佬都不露面，他们哪还有心情吃饭？小马觉得那个大佬看不起自己，起身就离开了炸鸡店。此时怀特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，看样子神秘大佬今天并不打算见面。事后怀特只好给索尔打电话询问，可没想到索尔却说神秘大佬看到怀特后并没有同意合作。听到这儿，怀特差点气吐血，但是他并不打算放弃。第二天，怀特再次来到了炸鸡店，这次他足足等了1整天，但是大佬仍然没有出现。就在怀特打算放弃的时候，他突然意识到这个神秘大佬能无声无息地观察自己，那肯定是这个炸鸡店的工作人员，而且能销售这么多艺术品也只有这家店的老板。怀特直接来到他的面前，邀请他坐下来谈谈。炸鸡叔正如索尔所说，他确实非常狡猾。面对怀特的询问，他一直装疯卖傻，可怀特此时非常肯定，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神秘大佬。炸鸡叔见状也不再隐瞒，他直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，同时也说出了不跟他合作的理由，原因是因为跟新交往的女友使用违禁品会打乱他所有的计划。去卫生间的路上，竟然接到了上百万的大生意。原来是炸鸡叔决定买下他所有的艺术品，但是要在1个小时之内到达指定地点进行交易。如果他迟到，以后再也不跟他合作了。怀特见状，立即给小马打去了电话，因为怀特把所有的艺术品都放在了他的家里。可关键时候，小马却死活都不肯接电话。慌不择路的怀特连忙来到了他的家中，可此时的小马已经跟女友嗨过了头，不管怀特怎么推让都无济于事。Wake up! Where is it? Where's the product? Where is it? Where'd you hide the meth? Where is it? Where? 怀特赶忙来到厨房寻找艺术品，万幸的是他如愿找到了自己40磅的货。可没想到，偏偏在这时候，斯凯勒却发来了短信，原来是他们的孩子要出生了。没想到这2件事情会这么赶巧发生在同一时间，怀特陷入了两难，一边是妻子要生孩子，一边是100万美元的交易。可要是错过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跟炸鸡叔合作了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怀特最终还是选择去跟炸鸡叔交易。交易完成后，怀特立即来到了医院。此时怀特的孩子已经出生，斯凯勒给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公主。与此同时，珍妮被一个电话吵醒，给他打电话的正是珍妮的父亲。原来他的父亲正在给他戒毒，而今天正是去戒毒所的日子。珍妮在临走时看到房门破了个大洞，便把这件事告诉了熟睡的小马。小马听到这儿立马被惊醒，他瞬间意识到了大事不妙，连忙来到厨房查看。No!
小马赶紧给怀特打了电话，将艺术品丢失的事情告诉了他，但怀特却并没有告诉他事实。要知道，小马的粗心大意，差点错过了交易时间，他要给小马一个教训。等到了第二天，小马直接来到学校找怀特，原来他已经知道了是怀特拿走的艺术品，因为小马看到了他的电话留言。此时他还不停地抱怨是怀特害自己着急了一整天，可怀特却表示，就因为小马的毒瘾导致他女儿出生时都不在场，最主要的是还差点错过了跟炸鸡叔的交易。怀特告诉小马，这次他能分到48万，但是要等小马戒毒之后才把钱还给他。可小马听到这儿却说自己早就戒了，但没想到怀特要让他当场做尿检。小马无奈，只好乖乖离开。回到家后，小马还是那么不争气，又给自己注射了一针。正如炸鸡叔所说，瘾君子根本没有自控能力。迷糊间，小马称怀特欠了他48万。珍妮听到后一脸的不敢相信，她没想到小马竟然有这么多钱。第二天，珍妮就给怀特打去了电话。很显然，小马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他。珍妮威胁怀特，如果不给钱，就把他贩毒的事情告诉警方。怀特怎么也没想到，小马竟然愚蠢到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友。怀特被逼无奈，只好将48万还给了小马。殊不知，珍妮也因为这笔钱而断送性命。看着床头的针管，猜到小马肯定是拿着自己给他的钱买了违禁品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旁的珍妮突然开始不停的呕吐。怀特见状，连忙上前查看。很显然，珍妮肯定是因为吸食过量而导致的，而且呕吐物已经堵塞了她的呼吸道。现在怀特只要将她的身体翻过来，他就可以救下珍妮。可是怀特却并没有这么做，因为如果现在救下珍妮，他们二人迟早都会死在吸毒的道路上。怀特要让珍妮的死给小马一个教训。就这样，他眼睁睁地看着珍妮窒息而亡。但是怀特见死不救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珍妮知道了自己的毒枭身份。虽然她是无辜的，可是怀特却不得不这么做。第二他们做反毒宣传，可意想不到的是，炸鸡叔也在其中。汉克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眼前这个斯文的炸鸡店老板，竟然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大毒枭。与此同时，珍妮死后，怀特将小马送到了戒毒所。他不希望小马也跟珍妮一个下场，因为长时间的相处，怀特早就把他当成了家人。安顿好小马之后，怀特也准备进行肺叶切除手术，因为他的肿瘤已经消退90%，只要将部分肺叶成功切除，他基本就可以康复。可打了麻药的怀特却不小心说错了话。Your cell phone, did you bring it? Which one? 斯凯勒这才知道怀特还有别的手机，也正因为这句话，导致他所有的谎言都被斯凯勒拆穿。时间来到4周之后，怀特的手术也非常成功。可是等他出院后，斯凯勒却要跟他闹分居。原来妻子不仅知道了怀特有2部手机，还知道他之前根本就没有回家看望母亲，这让妻子误以为怀特有了外遇。面对斯凯勒的离去，怀特却有苦难言，没想到自己一心为家人付出，却是换来的这种结果。